好了，上，可以上，你先上。河南发现吕布古墓，专家趕忙搶救挖掘，但出土的文物卻揭露出一個千年騙局。專家怒斥我們被歷史欺騙了1800年，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在中國歷史悠久的長河中，有着無數個傳奇故事，其中之一便是關於呂布古墓的發現。呂布被譽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位豪傑，他的故事自古以來一直令人神往。然而，直到最近，呂布古墓意外的發現和出土，才徹底證明了歷史上所講的不是真的。可以說，在挖掘呂布古墓的時候，所帶來的驚喜和意外也是接二連三。而在古墓當中出土的一把貼身兵器，徹底顛覆了世人對呂布的認知。呂布生於東漢末年，是一位英勇的武將和豪傑，他以勇猛無敵、百戰百勝而著稱，同時也以其忠誠和奇特的性格備受讚譽。在呂布的故事中，最著名的便是與曹操和劉備之間的紛爭，以及與貂蟬的傳奇愛情。然而，呂布的生平結局並不圓滿，他最終被投降的部下所害，終年不過30多歲，就在河南叫做呂布古墓被發現，而且古墓一直存在於土坡之上，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村裡留存的一個古墓，破舊到村民都不曾光顧。沒曾想到，這竟然是三國第一猛將呂布的陵墓。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專家在挖掘古墓的過程中找到了呂布的兵器，這完全顛覆了專家們的認知，可嘆《三國演義》騙了世人上千年。2007年的一天，河南焦作修武縣的一座小山村裡，村民發現了長久留存的古墓附近竟多了幾個大小不一的洞。古墓留存年代久遠，村民們早已習慣其存在。由於陵墓周圍雜草叢生，村民們也沒有對陵墓深究的打算，但這些洞的出現讓村民不禁聯想到盜墓賊。這破舊的陵墓中，怕不是藏着什麼寶貝，才會遭賊惦記。村民急忙聯繫上文物局專家，生怕盜墓賊搶先一步把文物偷走了。文物局專家們接到電話，還有些納悶，這麼偏僻的村莊裡也藏着陵墓。但到了現場，經過仔細勘察後，專家們確定這確實是座古墓。也不怪村民這麼多年沒上報，這古墓長久無人打理，早已是雜草叢生，且陵墓所占面積也不大，這破敗的樣子，要不是盜墓賊來打主意，村民估計也不會通知文物局。雖說是一座古墓，但文物局專家們卻並不抱太大期待，這般破舊的陵墓，恐怕裡面也沒什麼特別有價值的歷史文物。果不其然，古墓中並未見到珍貴的陪葬品，只有一座棺椁孤零零地躺在墓室中。雖然已經猜測到這個結果，但專家們還是不免有些遺憾。突然，一塊石板引起了專家們的注意，走近一看，才發現這石板上刻着的墓誌銘。解讀墓誌銘，說不定能得到不少有用的歷史信息。專家們湊在一起，興致勃勃地對這塊墓誌銘進行解讀。越解讀，越覺得不可思議。這墓誌銘記載的主人，竟然是三國第一猛將呂布的生平。呂布在三國時期的名號可謂響亮，熟讀《三國演義》的讀者們，也肯定會對這位英勇驍戰的將軍心生向往。人中呂布，馬中赤兔，正是因為呂布才能出眾，戰力驚人，才有了這個說法。如此有才幹的人，怎麼卻安葬在這麼個小墳墓中？《三國演義》中還記載着，呂布手拿方天畫戟，身騎赤兔，在戰場中所向披靡。但專家們卻沒在這座陵墓中找到方天畫戟，只發現了一柄長矛。也就是說，《三國演義》中呂布所持方天畫戟都是杜撰的。呂布的武器一直以來都是長矛，可恨羅貫中這一騙，就騙了世人上千年啊！小說終究是小說，存在杜撰誇大的成分。翻看史書《後漢書·董卓列傳》，裡面便提到不應生持矛刺卓，去兵斬之。這也恰恰證明，呂布在刺殺董卓時，
所使用的武器就是一柄長矛。如今陵墓中出現的这柄長矛，正好与史料记載的对应得上。那为何吕布这個驍勇將軍的陵墓如此破舊呢？恐怕還與呂布的人品有關。《三國演義》中將呂布描寫的武力驚人，但需要正視的是，呂布這人做的事情可不算光彩。呂布先後手刃了自己的2位義父丁原與董卓，這也表明着呂布此人唯利是圖，不記恩只記仇。在呂布看來，丁原不願放實權給他，只把自己當牛馬使喚。呂布渴望有自己的軍隊建功立業，卻被丁原扼殺了夢想。在面對董卓金銀珠寶與高職的誘惑，呂布想也沒想，直接殺了丁原，投奔董卓。董卓以為自己引來了一隻會聽話的狼，卻忘了呂布的本性，前有丁原，後就有董卓。在更大的利益面前，董卓也只會是呂布的攔路虎。呂布最終用長矛了結了董卓的性命，連殺2位義父，武功再高強，也不免手下猜忌。如此忘恩負義、德不配位的小人，如何做得他們的將軍？因而呂布的手下人心不齊。在曹操打來之際，呂布被手下得力幹將出賣，呂布被曹操生擒。曹操欣賞呂布的武力與才能，卻不得不忌憚其人品。呂布說能助曹操一統天下，但難保今日的曹操不會成為昨日的丁原與董卓。曹操固然惜才，但更惜命，所以便殺了呂布。呂布如今所葬的墓地破舊不堪，也沒什麼有價值的陪葬品，說到底是自己小人行為落得的下場罷了。人有才幹固然是好事，但不能因此忘本，更不應該因利益蒙蔽雙眼。現在專家已經對這座古墓進行修繕，也算是了卻呂布的身後事了。